开学季过去了，现在这个时间是笔记本市场传统意义上的淡季。一般这个时候呢，笔吧会做一些大家平常没见过的产品评测，一方面是让大家看看热闹，另一方面呢，也是让我们自己丰富一下评测的经验，长长见识嘛。那今天我们测的这台电脑的品牌啊，在我们的视频里是第一次出现，它是 Panasonic 松下。这台电脑是几个月前我去日本出差，顺道在大阪的有都巴西里买来的，是刚发布的新品，在国内是买不到的。主要的原因是松下目前在大陆已经没有 2C 的销售渠道了，想买到这台电脑，要么海外代购，要么只能线下自提。这台国外的本土电脑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？带着好奇心，我们来看看吧。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配置 ，CPU 是 i7-1360P 的处理器，规格是4大核8小核，一共12核16线程，核显是 Iris Xe， 没有独立显卡。内存是目前本代已经很少见的 LPDDR4X， 频率4266兆赫兹，容量为16GB， 板载不可更换。固态硬盘是512GB 的三星 PM9A1， 屏幕面板更稀有啊，3:2比例，分辨率是2160×1440， 60赫兹刷新率，标称100% sRGB 色域的 IPS 屏。这台电脑在实体店的售价是40万04,800日元，折合人民币约2万元。2万很贵。哪里贵了？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，好吧？不要睁着眼睛乱说啊！而且松下真的不是那种有技术还挤牙膏的品牌。我在贴吧里逛了多少年，他们怎么起来的，我是最知道的一个人。你看这个经典设计 ，VGA 接口，好吧，独一无二啊，真的很划算的。有的时候呢，找找自己的原因。这么多年了，工资涨没涨？有没有认真工作？好不好？好了，不开玩笑了啊！这台电脑真的非常贵啊！要知道，现在在中国1万元左右的预算买轻薄本可以说是随便挑了，但日本不太一样。我当时在卖场看了一圈，不同的牌子其实都有，像华硕、苹果这些，但价格整体都是偏高的，基本随便挑个型号都得18000块钱。其实呢也有便宜的机器，但是呢大多数都是 N-1代处理器的，都是一些老型号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想买新款，然后配置又相对来说比较完善的话，那么这个价格是远高于中国大陆市场的。如此特别的电脑，当然是邀请大家来一起开个箱了。这台电脑的外包装只能用朴素2个字来形容啊。实话说，2万块的笔记本，国内已经很少用这种工业风的包装箱了，太环保了。撕开封条，打开箱子，内部全靠4个脚垫撑起机器。中间基本上没有缓冲，总体来看相当的环保，也不知道是跟谁学的。内部除了机器本体有纸片若干，2个适配器，还有一个独立可拆卸的电池。真的啊，我已经好久没有见过外置电池的笔记本了啊！简单安装一下，打开屏幕，中间夹着减震海绵和若干纸片。好的，开机，开机按钮在哪儿？是这个吗？好像不是啊，这是个缓冲脚垫啊。哦，在这儿啊！我操，这个 PSP 同款电源开关啊，还会亮灯的，牛的！成功点亮 ，OK， 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测试环节吧。先来看一下重量，这台电脑实测是1.18千克，它的机身呢其实还是比较轻的。不过目前已经有很多轻薄本也能达到这个重量，甚至比它更轻，所以其实也就还好吧。但是呢，它的机身并不薄啊，实测是18.1毫米，比主流轻薄本都要稍微厚一些。A 壳用的是金属材质，外形设计也用的是松下一直以来的传统，两侧凸起，中间下凹，给人一种像盾牌一样坚固的印象。开始呢，我还在怀疑到底它的 A 面是不是金属材质，直到我留意到上端有拼接，才确定是金属。因为金属材质会屏蔽信号，大部分金属材质的机型都会在 A 面拼接上塑料部分，来留给天线接收信号用。这台电脑不支持单手开合，真的啊，都2万块钱了，还不支持单手开合，牛逼啊！我想了半天，个人猜测是因为机身下半部分较轻，而屏幕面呢很重，如果转轴太松，机器可能一碰就倒了。避免是一块玻璃覆盖的屏幕，上方有摄像头、光线传感器、AR 摄像头等非常现代的元素，就是集成度似乎没有这么高啊，一眼看上去挺突兀的，不太美观。再加上屏幕边缘有硕大的方形脚垫，还挺丑的。C 面键帽有叶子形状的凸起，设计很特别啊。
由于我们买的是日行，机器是 JIS 日语键盘布局，与我们常用的美式布局差异不小。比如这个硕大的回车键，一般只能在台式机键盘上才能看到。再看一下这个空格，小小的也很可爱。我上手试了一下啊，很多按键布局都有改动，经常码字的我表示很不适应。不过好在这个键盘是可以拆卸的，如果需要也能更换。掌托右侧则是 EVO 贴纸以及 Let's Note 系列名，左侧有指纹识别按钮，但位置放在了掌托靠中间的位置，打字呢很容易碰到，不是特别合理。接下来就是重头戏了啊，触控板。这个外形确实是非常独特啊，可能除了松下以外，目前没有第二家厂商会使用圆形的触控板了。它本身呢是不能按压的，也没有震动反馈功能。外层的2圈圆环应该是装饰作用，我使用了半天没有摸出来有什么特别的门道。圆环下方有2个物理按键，反馈很硬，键程呢比较短。圆形触控板唯一比较独特的使用技巧是，你可以沿着这个亮面的边缘滑动，来模拟滚轮，这样就可以实现滑动滚轮的效果了。啊，这难道不是2个手指就能解决的问题吗？我不太懂啊，但是大受震撼。然后是底面，最下方是可拆卸电池，中间呢有几处零零碎碎的进风口以及机身标识。值得一提的是脚垫设计啊，居然可以像键盘一样拔开电起机身，合着自带平2了是吧？这个设计师的脑洞也确实够大的啊。下面来看一下接口，左边依次是 DC 电源口，支持 4K 60赫兹的 HDMI， 2个雷电4接口、耳机耳麦口以及一个 USB 5G。右侧是松下传统的 VGA 接口，2个 USB-A 5G 夹着一个 SD 读卡器以及 RJ45 网口。只看左面接口，那确实是2023年的新电脑啊。但如果你只看右面的接口，可能会以为这是2003年出的笔记本啊。这11个接口真的是经典复古与现代时尚的精妙结合。这个 VGA 接口真的是很难在一台笔记本上同时找到雷电4和 VGA 2种接口啊，堪称跨时代的设计。行，下面进入实测环节。首先是屏幕，这块面板我从来没见过啊，来自友达，型号是 G140JAT01，是2020年生产的。屏幕色域容积 101.7% 的 sRGB， 色域覆盖 97.3% 的 sRGB， 还行。平均色准 Delta E 1.59， 最大 3.92， 整体都有偏差，显然没有进行过出厂校色啊。屏幕的色温只有6100K， 在显示白色页面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整体偏黄。最大亮度有470尼特，屏幕确实挺亮的，再加上镜面玻璃，整体看上去比较通透吗？并不是啊，虽然感觉参数上很牛逼，但是距离屏幕稍微近一点看啊，就会有比较明显的油腻感。我不知道我们的显微镜能不能拍出来啊，但实际观感比较下来，这块屏幕的显示效果确实不咋地。另一点让我非常窒息的是这块屏幕的响应时间。我原本以为60赫兹的屏幕用习惯了也能接受，毕竟我自己平时用的是华为的3:2显示器啊，也是60赫兹嘛。但是呢，这块屏幕的拖影实在是太明显了，比普通的屏幕还要夸张。先看一下数据吧。实测黑白响应 31.5 毫秒，接近60毫秒的回接响应，导致这块屏幕连轻微滑动触控板都觉得光标在抖，非常难用啊。屏幕不咋地，性能方面呢也没好到哪儿去。1360P 是这代轻薄本上比较常见的 CPU 型号了，在松下 CF-FV4 中，15轮 R23循环得分在8000到9500分之间。看了一眼功耗，相当抽象，这功耗曲线跟心电图一样，在20瓦到30瓦之间来回波动。对比用相同处理器的高端轻薄本华为 MateBook X Pro， 可以看到分数最高差距接近 20%。性能释放方面，松下的表现确实不佳，而华为嘛，遥遥领先。核显方面 ，TimeSpy 1680分 ，FSE 2577分，校视1113分。因为内存性能不足，综合表现要低于同类产品。看完了理论性能，那接下来我们原神不对 ，Genshin Start。哎呀，这个原神的帧数表现啊，确实也不咋地啊。虚弥城跑图的这个测试里，1080P 下平均47帧，2K 帧数呢就更加惨不忍睹了，全屏玩疯狂掉帧。就算是 CSGO 这类对配置要求不高的网游，平均也只能跑到100帧出头，帧数呢是勉强能看的。但是这块屏幕的拖影实在是严重的离谱啊！玩的过程中感觉整个屏幕都在抖，晃得不行，压根打不着人。至于这个生产力测试，就别为难这个 P28的加核显的配置了啊，简单来跑个 Photoshop benchmark 吧，分数呢也不高，可能就比 Zen 3稍微强一点，勉强能用的水平。总的来说呢，这台电脑由于采用了特殊的屏幕比例，更适合纯文字办公、网页浏览或者影音娱乐等用途。
像商务白领这些，他们用起来可能会比较舒服。如果你有别的用途，那他们还是算了。按照惯例，不可免俗啊，还是得看一下它的散热表现。机器切换到标准模式，室温25摄氏度的情况下，单口 FPU 1360P 在20瓦到30瓦之间波动，平均功耗大约25瓦，温度73度。这个时候表面温度并不高，键帽在38度左右，热源集中在核心一侧，底面的出风口位置温度比较高。看来这个标注不无道理啊。噪音大约43分贝，声音不大，但是音色有点尖锐。如果切换到凉爽模式，功耗波动会消失 ，CPU 被限制在了60度，功耗17瓦左右，表面温度也会进一步下降。最后是我们的拆解环节，这台电脑的拆解过程比较复杂。首先卸下外置电池，可以看到啊，电池仓里藏了7颗螺丝。接下来拧下底面全部可见螺丝，注意啊，上方的3颗为大孔距，其他为小孔距。把上方通风口的塑料外壳卸下，撕掉缝隙处的粘胶和易碎贴，再取下脚垫，拧下脚垫内的隐藏螺丝，就可以取下后盖了。电池容量56瓦时，中高负载的续航测试时长为5小时5分钟，续航表现还行。电池支持快拆设计，可以购买备用电池进行替换来延长续航。内存为板载不可更换，容量16GB，频率 LPDDR4X 4266兆赫兹，实测读写如图，分数要比目前主流的 DDR5 低。固态硬盘是三星的 PM9A1， 容量512GB， 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啊。在这台机器上的写入速度相对偏低，机器只有一个硬盘位，如果想升级的话，只能更换硬盘。最后是散热，这台电脑用的是单热管双风扇的散热模组，热管在 CPU 附近只覆盖了 CPU 核心，供电模组用静电贴纸覆盖，没有导热措施。另外，整个散热模组位置靠下，导致鳍片也并非直接连通机身外部，而是先通过一个镂空的外壳，再与外界空气接触。暂时没有办法了解这样设计的意图啊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后盖中部有一处可拆卸的螺丝孔位，对应的就是风扇和热管之间的缝隙了。猜测应该是用于快拆维护清灰使用。OK， 看完了所有的测试内容，按照惯例，这里总结了3条优缺点供各位参考。跟标题一样，很难想象啊，这是一台2023年的笔记本电脑。给我的感觉，它有点像从2003年穿越过来的设计师，带着旧的图纸，直接去工厂用了最新的生产线制造出来的一样。经典的 VGA 接口、可拆卸更换的电池、独特的圆形触控板、传统的屏幕比例，无一不透露着复古的气息。我也终于理解了为啥松下笔记本没有办法在中国市场占有一席之地，因为这些复古的设计在我们眼里压根儿用不上。是落后，是守旧啊！除了芯片是2023年的，那机身的灵魂和思想还是停留在旧时代。HDMI 早就代替了 VGA， 但 VGA 依旧还留着。双指下滑已经是触控板的常用手势了，但揉搓滚轮还留着。甚至如果不是为了做薄机身，内置光驱可能还会保留下来啊。从使用的角度来看，这台电脑无论是性能、屏幕表现，离目前国内主流产品的素质还相差甚远。2万块的售价，跟它的各方面硬实力相比，溢价过于严重，大家就当长长见识得了，选购还是别考虑了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喜欢的话，不妨长按点赞，给我们来个1键3连支持一下。交流买版心得，帮助电脑小白，这里是比8评测试，我是猪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